有缘人。有人说房子住30年不换瓦都没事，没人住的房子5、6年瓦就烂了。也有人说他的自行车要是不骑2个月就没气了，如果天天骑半年都不需要打气。有人说农村门口的果树，如果那家人搬迁了，果树就慢慢不再结果子了。还有人说所有的食物经过手做的就好吃，用机器切的就不好吃。比如手撕包菜，机器切的和手撕的味道就是不同。还有面条，手工和机器做的那就是味道不一样。还有人说最早演《红楼梦》的那一批明星，他们的命运竟然和他们演的角色非常相似。当然也有粉丝说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可是为什么我也没有看到它增长呢？为什么我一直在关注彩票，我还是没有中奖呢？那么今天我就来用这一条视频讲清楚意识和物质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如何通过意识来影响自己的现实世界呢？这个现实世界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呢？大家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一个现象，也就是一个孕妇她会发现周围总有很多的孕妇。当你买了新手机、新包包，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用同款。当你想买某一个品牌的汽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品牌的车。你越关注什么，你的世界就越多的呈现什么。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变化，但是在你的眼中它又确实变了，非常有趣。这个世界居然会因为我们的意识关注点的不同而真的变得不同。有粉丝说他用心做的手串就特别好卖，而妈妈用心做的饭就是比外面的好吃。同样的一盆花，不同的人养，结果也就完全不同。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美好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出现更多的美好，而当我们的内心非常负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确实呈现了更多的负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让自己幸福起来，因为当我们内心幸福的时候，整个世界也就变得美好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粉丝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一直在关注自己的钱包，可是为什么数量反而越来越少呢？我一直在关注彩票，为什么我自己就从来没有中过奖呢？答案是我们同样是在关注，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是以什么样的频率在关注。当我们以美好的频率，用知足、感恩、喜悦的频率去关注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会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当我们的内心匮乏、恐惧、贪婪的时候，我们关注什么，也会给它投射这些负面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自己的账户，我们关注彩票却不能够如愿以偿，是因为我们在关注它的时候，投射的是恐惧、匮乏、贪婪的欲望，所以它就自然不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它会朝着匮乏的负面结果而去。这个世界其实是被我们的意识观测出来的，
观察者决定着观察结果。所有的物质在封闭系统中必然都会走向衰败，必然会从有序走向无序。但是讲了这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意识与物质世界发生交互的时候，我们投以这个世界美好，世界就会回馈于我们美好。当我们投以这个世界匮乏和恐惧，那么世界反馈给我们的同样也只有匮乏和恐惧。最终到底是心和意识决定了物质世界，还是物质世界本就客观存在，不受我们的干扰和影响呢？相信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正确答案了。这个世界它其实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而是心物一元。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有缘人，如果外面有某个人或者某种行为引起了你的不舒服，让你对他产生评判、对立，你就要注意，一定是你里面有一个相同的东西跟他共振的，也就是说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早已经存在于你的内在。很多人会觉得他所遇到的烦恼、问题、痛苦都是外界造成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正是这个观念才会让人们不断地向外抓取、埋怨、指责、对立。就比方说，有人让你产生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这个感觉它一定是作为一个角色在这里的，它不是此刻才产生的，而是已经在你身体里储藏了很长时间，这股能量一直去不掉。每当遇到外面有跟它同频的能量，就会与它同频共振，就会让你陷入负面的觉受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所有的人都是来给你照镜子的，比如爱你你就开心，不搭理你你就难过。每当外面有任何人引起了你内部的情绪反应，你要提醒自己，这是在给我做功课，我里面有什么被他触动了。这个时候你要看里面而不是外面，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他才能够让你看到自己，原来这个东西还在，这个模式还没有走，这个情绪跟了我这么久。如果你想要恢复自由、快乐、舒心、安定，就需要从这种混乱无意识的行为中处理，树立一种正确的见地。何为正确见地？即你所体验到的任何事情都已经早已存在你的体内，只是要在受了外界某种情况下的刺激才会显露。如同一个爆竹本身就具备爆炸的属性，外力一点就会引爆，所以从今往后，在面对外界刺激的时候，你的反应非常重要。而当你依旧按原来的模式，就是不断重复烦恼，引发自我逃避或者激烈的争执等等，这样只会为你创造下次发生此世界的新种子，叠加新的力量，也会为你养成循环的习性，使你自困其中，直到无法收场。而你与外界的关系就是你与自己的关系，你当下的感觉就是你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外面只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如果你与外界的关系不融洽，说明你与自己的冲突有很多，表面看起来没事，
内在早已经刮起了慌乱之风，这就是内外呼应。因为只有平静的湖面才可以倒映万物，投射美好，而你期盼，你希望的总是事与愿违，在于湖面太动荡，水太浑浊，无法映照显露你与外界的冲突、抗拒、矛盾，都一一地对应了内在的卡点。好比别人看到你就烦，这时候你基本是找不到原因的，因为你一定会眼睛向外看，觉得是对方不包容，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人身上，自然会迷失自我。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在磁场紊乱，对方莫名其妙的就可以感应到。假如你通过修正自己，让自己和顺了，这个问题便会消失，而不需要一味地迎合他人，那样会很累。很多人总是执念改造外面的人事物，企图让他人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当下的掌控心就已经浑浊了，他人逃避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接受你的改造呢？所以不需要这么做，你只需要回到当下，不断地借势练心，与自己和解，外面自然和谐。所谓的和解，就是能做到离一切相，不执着，不着痕迹，不沾连。而你需要做的就是选择新的模式，只需要的这一件事是我在放映这件事儿，所有的事件早已存在我的内在，你无需怀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谛。当你能这么想，你就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起全部责任，在外显化的一切皆由自己贪嗔痴所结出来的果，你会懂得自作自受的道理，不会再怨天尤人，转而是开始为自己创造幸福。你会觉得抱怨这件事简直是最没意义的一件事，外在发生的所有事件只是你内在的影像，透过事件看到内在的丰盛或匮乏，立刻抽离出来，去弘扬或改正就足矣。这样子，你一下子就会从剧情中不断纠缠拉扯的小演员，变成了看戏的总导演，看着你内在一切的发生，随着你看问题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你的觉受就会发生改变。好比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不惧怕电视里的野兽跑出电视，即使里面的主角在恐惧，你也不害怕。由此你也会慢慢地体会到真我链接本源。所谓的世外高人，不是藏在大山里，而是不再受这个二元对立世界的法则控制。人虽在世间，心已超脱物外，不在游戏之内，才不会被游戏所控，才可以心想事成，实现我的人生我做主。好比电视剧，以前你是主角，被里面各种关系情节所束缚，现在你是导演，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如同小溪入大海，永不枯竭，如同流浪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体悟到真正的温暖和爱。你不会再向外抓取，不会渴望外在的满足，你站在那，爱已然在那，因为你就是爱。你看那山河大地，花草树木，
谁干涉过谁？谁对谁有过标准？所以叫和谐自然，大道自然。正是因为各自不同，才多姿多彩。如果万物都一个标准，那得有多单调。我即一切，我是根本，遇到的一切都是对境。修正自己，回到源头去允许，去接纳，是解决一切的良药。允许如其所是，就是如实关照，跳出小我。如果你读懂了，可以当下顿悟，可以去创造幸福，恐惧自消。一个真正厉害的人，本质上其实就是念头和念头的较量。强者的人生最后比的就是强大的内在能量，而提高内在能量的第一步就是转化你的念头，改善你的念头，聚焦你的念头，固定你的念头。我们要知道，一切问题的核心都出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在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念就在发挥作用。所以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他能够修好自己的心，他能强大自己的内在能量，他是会懂得转化自己念头，把念头直接升维到内在力量。这是很多人都不懂得的。我们与其去改变外在的人事物，不如改变我们自己内心来得更加省时省力。而你会发现，当你转变了内心的状态之后，环境也会随之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境由心转。所以你要知道，是我们的念头控制了事情的结果，而事情的结果的好坏就决定了命运的起起落落了。一个坏的念头在心里扎根了，那么早晚就会呈现出来。只要你脑海当中的念头升起了，你就一定会开始产生结果了。而并不是说你非得用手去干，或者是干了很长时间累个半死以后，那才叫做结果。其实往往不是这样。我们要记住了，我们的念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念头其实就是结果了。如果我们能掌控自己的念头，那我们就能掌控自己的能量，从而我们就能变得内心有力量。当这个力量强大时，那么我们的人生命运就能改写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念头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强者，他们都是非常善于控念和转念的人，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内在受到太多无关信息、无关念头的侵扰。他们都有一个强大的觉察力。我们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单纯，念头的纯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强大的行动力，还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智慧和创新灵感。有缘人，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佛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一切的快乐、健康、富足、智慧，你想要的一切根本就什么也不缺。可是现实结果呢？看一下当下这个现实世界，该负债的还是负债，该没钱的还是没钱，该没有脑子还是没有脑子。那让我们如何来相信自己是本自具足的呢？这个时候佛陀又说了，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一切都是幻想。既然都是梦，都是假的，说是假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如此的真实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把这些问题通通都搞清楚。其实你相信吗？你觉得这个世界真不真实，取决于你内心的生命速度。大家都应该看过电影，我们知道电影是假的，但是你为什么看电影的时候还会哭呢？因为你看到感人激动的画面，你就会哭，也就是你哭的那一刹那，你把电影当真了，你才会哭的。当你看入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电影非常真实，是吗？但是我们都知道电影是怎么播放出来的，是胶片，也就是照片，是一个照片接着一个照片的播放，连续起来就有了流动流畅的动态感了。那么电影在1秒钟需要走多少照片呢？也就是多少格呢？是24个，也就是24帧。那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内心的电影。在新的投射现实3维世界的场景也是如此的真实，这取决于我们心的生命速度。我们心的生命速度越快，这外界就越真实。什么叫做心的生命速度呢？就是你起一个念灭了，起一个念又灭了，这就是心的生命。一生一灭就可以理解为电影走的24格，电影1秒走24格，而我们的心1秒可以走1280万亿次。你没有听错，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查一查这个数字。所以你才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特别的真实，因为心的生命的速度足够快，这个速度就跟电影过帧一样。电影1秒走24帧，你都感觉很真实了。如果1秒走了2400帧，那么是不是感觉完全就和现实生活一样了？我们看到的景象之所以不动，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的生命速度足够的快，实际上这外界都是在动的。你用显微镜去观察所有的景象的时候，它们是不是都在动着？就连细胞里面的组成状态也在不停地跳动，这就是无常。心的生命速度越快，你看这个世界也就越真实。如果你心的生命速度变慢，你看到的就越来越虚幻。咱们再来做一个实验，来试验一下效果。你随便找一个东西，找一本书或者是照片都可以，你盯着这个东西看，把它看仔细了，仔细盯着，是不是看得就越来越清楚了？这时候生命速度就很真实。那么好，现在把心往回收，把你的念头往回收，收到你的胸口，眼睛还是别动，盯着这本书或者照片，但是注意力别放在书上了，而是放到心脏的跳动上。这个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书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虚幻了？这就是你的心的生命速度开始变慢了。你的注意力往回收的时候，就是你不向外在攀援的时候了。你的心的生命速度变慢，你看东西就越来越虚幻了。当你的心的生命速度再慢下来，那么你看这个世界就开始不真实了。
是不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当你把心在持续这样收到慢到几乎你的心念已经不生不灭了，那么心经中有一句话叫不生不灭，也就是达到那个境界了，也就是清净心的清明境界。当你真的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一切就都是虚幻的。听到这里，我想已经有朋友彻底明白了佛陀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了吧？了解了这个，就方便我们去理解佛陀说的本自具足了。在讲之前，请你先放下二元对立的大脑，他喜欢给我们下定义、贴标签、评判好坏对错，但是这对你毫无益处。首先我们看佛家、道家、儒家所讲的那些经书，包括医学还有科学，当你完完整整地看过任何一部经书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经书它其实本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启发指引，唤醒所有众生，找到那颗本自具足的菩提心，回到我们本来的自信光明。如果说一切的念头和事物全都是能量波的时候，根据能量波的属性，任何一个能量波实际是可以遍布整个宇宙空间的。也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波，不管善念还是恶念，它都会传播到整个宇宙。这也是佛陀为什么说一滴水它就包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就叫本自具足，一切的健康快乐富足，智慧圆满，你想要的一切都在你的内在。那为什么我们活不出大自在的心想事成的生命状态呢？那是因为我们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什么是妄想？就是妄想借助眼耳鼻舌身意，从而感受到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当你对一个念产生执着、产生纠缠的时候，这一个念产生的认知就障碍了我们最高维的智慧。实际上这些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而真实的投影源都在本自具足的高维智慧中。我们的认知把我们限定在了这个维度的生命状态里面，就像蚂蚁做梦也梦不到核武器一样。而当你把这个维度的认知从你的意识中拿掉的时候，你才会获得更高维的智慧。所以所有的修炼都让我们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就是去杂念。当你不再向外求的时候，你恰恰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当你知道所有外在都是在帮你觉察你的内在的时候，当你知道内在的认知进行转化颠覆的时候，你就能当下跟你的高维连通了。当你能跟高维空间的智慧连通产生共频共振时，你就会出现法喜，也叫做寂静之乐。体验过法喜的人知道，它比三维空间的快乐有意义的多。而法喜能够让你不断地从你的内在获得生命的能源，所以生命的源泉来自于高维。当你真的找到了你自己的那一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菩提心的时候，你就真正拥有了一切。有缘人，非常感谢你能看到最后。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